初初入秋，晋国京都北方平原的上方，一片云影，天光乍有乍无。在田里劳作的百姓们没有抬头，他们没有兴趣欣赏老天借助云朵的形状与阳光的折射玩的美妙把戏，只是想在天边那朵雨云飘来之前，将地里那些金黄的作物收了回去。今年雨水有些偏多，听说南方的那条大江涨得厉害，但对于这些生活在疆域之北的民众而言，河堤是否安好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更担心这些该死的坡雨会不会耽误了一年的收成。偶尔有几宝肥硕的田鼠悍不畏人地从农民的脚下穿过，抢夺着田中那些散落的谷粒。农夫们手中的镰刀懒得对付这些祸害，只是专心致志地收割着谷子。官道两侧一大片连绵不绝的稻田里，那些刷刷的割谷声渐渐汇成一处，形成一种整齐而且能让闻者产生某种满足感的美妙声音。那些赤裸着精瘦上身的农夫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将自己身上被谷叶割出来的道道小裂口展示给冷漠的上天观看，却没有注意到官道上正有一列长的仿佛看不见尾的车队正缓缓地行了过来。庆国出使北齐的使团终于做到了春时去秋时回的承诺，赶在了9月中回到了国土之中。只是回时的车队比去时的队伍还要显得更庞大了一些。除了北齐方面为了表示诚意的回礼之外，送亲的官员与仪仗更是不少，足以看出北齐朝廷对于公主出嫁的重视。这毕竟是两国间的第一次联姻，谁也不知道这种女人外交能给这片刚刚安静了20年的大陆带来什么样的转机。除了北齐大公主所在的那辆华美马车以外，长长的车队中还有一辆马车比较引人注意，因为不论是与北齐送亲的苗彩马车相比，还是与庆国朝廷的黑色马车相比，那辆马车都要显得寒酸许多。虽然拉车的马也是骏马，但连马头摇摆的都有些有气无力。使团的成员们知道，那是因为那辆马车太重了的缘故。上面放着北齐大家庄莫涵临终前赠予使团正使范闲大人的书籍，那些书看似不起眼，没想到却竟是比大公主的嫁妆珠宝还要重了许多。每每看到这辆马车，使团的众多成员都不免生出了几分敬意，不仅仅是因为范大人脸上的光彩，也是因为敬佩范大人的治学之风。所有人都清楚，自从路过北魏几个小国，在沧州入了国境以后，范大人便一直将自己关在那辆马车中，日以继夜地看书，竟是连饮食休息都不大愿意下来。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范闲叹了口气，将手中那本前朝的诗集放回身后的箱中。车帘被迎面来风一吹闭了起来，让车厢里陷入灰暗之中，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听着声音也能知道，咱们的范大人并不是很情愿待在车上，伪装一位勤勉的当世文学大家。这一路南下，无比顺利平安。那位北齐大公主从庄莫涵逝世的悲哀情绪中摆脱出来以后，也回复了一位贵人应有的矜持与自重，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麻烦。相反，在驿站之中成熟服礼，范闲偶尔还能与这位面相清美的大公主说上几句话，聊些比较寻常的事情，排遣一下旅途中的寂寞。虽然他身为臣子，不敢有任何于理之处，但对着一位姑娘家，总比面对着高达那些冷面刀客与严冰云那块冰块要好许多。但这种情况在过了沧州之后终于结束了。不是说回到庆国的土地，范闲便不敢与这位大皇子未来的媳妇说话，而是因为使团里面忽然多了一个人，而那个人的身份有些特殊，来历有些诡异，与使团里某位仁兄有些不清不楚的瓜葛。那个人一直待在大公主的马车里，范闲也不想看见他天天以泪洗面的凄惨模样，所以只好自己躲进了马车中，将难题留给了严冰云小严公子。一路之上，监察院都会有些情报传来，除了南方侦办的那几桩古怪命案还没有线索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人想到，最让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却是从北方传来，沈仲死了。
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在13名锦衣卫高手的保护下，被手持一柄长枪的军方大将上山虎当街狙杀于轿中。堂堂当朝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继萧恩之后北齐最大的密探头子，竟然就这样窝囊的死了。这个看似荒谬的消息却已经被证实是无比真实。范闲揉了揉太阳穴，苦笑了一声，想到那份情报里王启年的描述，也不禁有些心惊。情报上说那个雨夜，上山虎全身笼着黑甲，手持长枪，于长街之上纵马疾驰，一枪便挑了轿中沈仲的人头，长枪再扫，生撕了沈仲身周的护卫身躯。收枪纵马回府之时，那条长街上的雨似乎才敢落了下来。这等声势实在是有些骇人。一位9品上的绝世强者，用这种强悍的手段直接撕裂了所有的阴谋与算计，纯以武力开始挑战整个朝廷的权威。这不是鲁莽2字可以形容，应该称其为暴力。没有想到上山虎竟然会是如此霸蛮的人物。范闲知道自己依旧是低估了军队在沙场上练就的铁血心性，不禁觉得头愈发的痛，手指头再怎么揉也无法缓解一样。毕竟有很多人知道他在萧恩越狱一事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就算谭武在毁面自杀前没有高呼那一声杀我者范闲，估计上山虎也会将萧恩的死亡、南朝人的临阵背叛这2笔账都算在自己的头上。范闲只有希望南庆与北齐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再战，永远不给上山虎在沙场之上与自己对阵的机会。当然沈仲的死还有许多疑点，毕竟他是权倾一方的锦衣卫头目，就算上山虎如何暴力，军方如何震怒，想要当街杀死他也不是一件如何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后北齐朝廷的反应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宫中沉默了一夜之后，只是将上山虎圈进府中，爵位全夺。另一道旨意却是令人震惊的直指沈仲这些年来的诸多犯法违禁事。那圣旨上的一笔一笔，竟是将刚死的沈仲直接扔进了污水缸中，让他永世再难翻身。沈宅接着被抄，锦衣卫内部大清洗，军方扬眉吐气。少年皇帝虽保持沉默，但想来心中也一定欢喜，因为通过此事，上山虎对于皇家的怨气应该要少了一些。不过像上山虎这样一头猛虎，还真不是好驾驭的角色。单看宫中依然将上山虎禁在京中，便知道他们还在头痛到底该如何处置他。杀自然是杀不得，没有人愿意承受军方的反弹；放也是放不得。猛虎归山，谁知道会有何等后事？范闲摇了摇头，没有想到海棠听了自己的话以后，对沈仲下手竟是如此之快，如此猛烈。但在脑海中构知上山虎雨夜突杀沈仲的画面以后，本来应该担心自身安危的他，却无来由地升起了一丝快意与欣赏。利杀决断，快意恩仇。当上山虎于马上缓缓举起黑色长枪，准备收割沈仲性命之时，只怕眼中再无一丝对着天地的敬畏。长街上的那场夜雨，该是怎样嚣张地下着？范闲掀开车帘，也不喊车夫停车，便直接跳了下去，站在官道之上，挥手扇开迎面而来的黄风，看着官道两侧正在辛苦劳作的农夫，心头微动，将那些北方的事情全部抛诸脑后。那些事情已经影响不到他，他也暂时无法影响到，只好扔开。抬头看了一眼时明时暗的天光，范闲眯了眯眼，知道今天之内应该可以赶到龙泉驿，稍稍放下了心。公主远嫁，一路上应该比现在的速度要缓慢许多，但是范闲心中有桩隐忧，所以仗着使团中无人敢多言，将行程加快了不少。眼见马上就要入京，他终于停止了对家中亲人的思念，明日应该便能看见婉儿了，不知道她的身子养得好些了没有。至于妹妹那面，如果武竹叔在京都，应该暂时无碍才是。上了后一辆马车，范闲看了一眼正在装睡的严冰云，皱了皱眉头。
惹出来的事情，终究要你自己去解决。这马上便要入京了，难道让他一直跟着公主殿下？如果让北齐方面知道了我们包庇他们的重犯，你让朝廷如何交代？严冰云睁开眼睛，却是偏过头去不看自己的上司，望着车窗外的金黄稻田，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却终究只是淡淡的说道：神仲之死是北齐皇帝夺权的一个步骤，至于他的死活，相信北齐方面不会关心。范闲望着他，忽然柔和了语气：他的死活若你也不关心，那就交给我处理吧。严冰云缓缓回头，眼中厉色一线即隐：杀了他，对我们没好处。舍不得就是舍不得。范闲摇了摇头：我本以为你不是个寻常人物，没料到竟也是如此自欺欺人。严冰云没有回答，沉默着将头转了过去，看着窗外的农夫们在收割着沉甸甸的丰收。在车队前方那辆华丽贵重的马车中，北齐大公主叹了一口气，看着窗边那位自幼感情极好的姐妹，没有说什么。从上京城里侥幸逃出来的沈大小姐，此时正痴痴地趴在窗棂上，与严冰云看着窗外相同的景色，却不知道是在想着情郎的绝情，还是家破人亡的惨剧，或是离国去乡的悲哀。就在使团里的这些贵人们各有心思的时候，车队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来到了京都外围最后一个驿站。看着那处摆放的仪仗与阵势，范闲叹了一口气，只好将沈大小姐的问题拖到入京后再处理。如果仅以他的想法，这个女人是断然没有留下来的必要的。只是沈大小姐与那位大公主有交情，而小严公子似乎又对她有些隐隐的歉意。此时早有礼部与鸿胪寺太常寺的官员在这里等候，看着使团的车队缓缓行了过来，各整理衣装，将北齐的公主殿下迎下车来，好生恭敬。范闲眼珠子一转，招来高达，让他领着2名虎卫将公主的车驾牢牢守住，断不能给这些朝臣发现车中另有女子的事实。其实以他目前的权力地位，并不用如此小心。范大人一路辛苦。范大人此行大展国威，陛下十分欣喜。此次回京，只怕马上就会另有重用吧。嘿嘿，老胡这话说的就错了。范大人如今呢？一阵让人轻飘飘的马屁恭维声中，范闲在众位官员的簇拥下进了驿站。北齐的公主正在内室休息，迎接正史的排场倒要显得更隆重些。如果不知道范闲身份的，一定很不解，为什么那些庆国朝廷里的大臣们会对这样年轻的一位中阶官员如此尊敬。范闲满脸含笑，对着深州的官员举手回礼，心中谈不上逆烦，只是微觉着急。他看了一眼四周，发现这些来迎的官员大部分都认识，有些是自己在太常寺时的同僚，有些是鸿胪寺与北齐谈判时名义上的下属，只有礼部的那些官员在恭敬中带着一丝畏惧。他明白这是什么原因，毕竟郭攸之算是被自己一手搞臭搞倒的。屁股刚坐在椅子上，茶水只喝了一口，他开口问道：这接下来是个什么章程啊？宫里有没有旨意？使团什么时候能进京？不等众官应答，他抢先自嘲笑道：本官忝为正史，但对于这一流程还是有些不清楚。礼部的官员好不容易得到了亲近他的机会，哪肯错过？一位员外郎赶紧应道：范大人放心，一应一仗都有礼部安排，头前宫中便有了安排，早就妥当了。另有鸿胪寺的下属说道：圣上知道使团官员离家日久，思家心切，所以未下明旨，只是口谕让使团进京。大人入京后，先去宫中。话还没说完，一位穿着正四品官服的官员从外面走了进来，屋内的官员们赶紧相迎。范闲定睛一瞧，呵呵笑着迎了上去，一拍对方的肩膀说道：任大人，您怎么也来了？来者是鸿胪寺的少卿任少安，
范闲岳父的门人。任少安看范闲平安无恙，也自心安，苦笑说道：齐国公主来嫁，这是何等大事！我这个太常寺的苦力不来，不用督察院的御史来参，我也只好请辞了。范闲笑了笑，心里却有些疑惑。明知道今日使团将至，为什么这位少卿大人会来得这么晚？与屋中诸位官员稍微致意，他便拉着任少安到了门外，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任少安知道面前这位仁兄虽然年轻，但性情却是绵里裹着钢铁。在京都1年便整出这么多事情来，掀翻了那么多的官员，实在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宰相林若甫已然告老还乡，林氏一脉的人如今在京中只有靠着范府。两相考虑，不免有些犹豫。范大人问的是什么事啊？范闲盯着他的眼睛问道：我不是傻子，使团回京这是何等样的大事？我们离开上京的时候，北齐朝廷摆的规格，朝廷应该是知道的。堂堂一位公主殿下在使团里，怎么来迎的竟是这些芝麻官？新奇物跑哪去了？还有礼部那些侍郎呢？公主来嫁，至少宫中也要派些老摸子吧？你是太常寺的人，理的就是皇家这些事情，我不问你问谁啊？今日实在是不巧，新奇物去了那边，礼部的那些大佬也去了那边。范闲，你别怪哥哥我啊，我能赶着过来，也算是把那边得罪了。那边是哪边？大皇子也是今天回京，与你们隔着不到3里远住着营。所以说这事儿太巧，礼部的人、枢密院与兵部的人都在那边侍候着，使团这边自然清静了些。范闲，你我的交情在这里，我也不怕你说，你也是位水晶心肝的人物，难道还真在乎这些表面上的仪程？范闲也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笑着摇摇头。我只是想着赶紧回京，只是公主毕竟是公主，朝廷若慢待于她，惹得天下误议，不免不美啊。他此时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来迎接使团的规格要弱了许多。那边毕竟是一位拥有兵权的大皇子，那些朝臣们自然要往那边涌，就算是拍马屁，也得拍高头大马的屁股。他挥手阻止了任少安的解释，好奇问道：年初的旨意写得明白，深秋长草之时，大皇子才会领军回京，这才初秋，他怎么就回来了？说是太后想长孙了。任少安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所以提前启了程，西路军在定州那里住了下来，此次大皇子就领着200亲兵回京。范闲摇摇头，斥道：这些礼部的官员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国家学的蠢了，使团入京，皇子回宫，这么多人，难道也不知道安排一下？在路上传封信来，不论哪路拖上个1-2天，不是做不到。这下好了，都挤在城外这条道上，怎么办啊？礼部与鸿胪寺一路都有信给你，说让使团慢些，谁料到使团路上竟是1天没歇，直接就回了京，这才挤作了一堆。范闲嘿嘿一笑，没有说什么。使团千里疾驰回京，这本来就是他的意思。容一容，等安排好了，使团后日入城，你看怎么样？任少安有些小心地看了他一眼，不知道这位在监察院里待了多久，有没有继承陈萍萍院长那股子谁都不看在眼里的骄横气。新任礼部尚书不好意思来使团这里，所以托我传个话。范闲与他相熟，说话间也放肆了一些。妈的，老子要急着回家抱老婆，还等2天，当心你以后来府里，我家那位罚你啊！任少安有汗渗于额，他当然知道范闲家里那位是个什么样的角色，虽然一直病恹恹的，但背景却是无比深厚。范闲也不想与那位素未谋面的大皇子争这些东西，而且他也没有资格与人争，笑着拍拍任少安的肩膀：放心吧，不会让你难做的啊。我去禀告公主一声，免得人家小两口没有见面就先生了嫌隙，咱们这些做臣子的要解释一下。任少安瞠目结舌，
看着范闲向公主暂时歇息的房间走去，心里想：您这是玩的哪一出啊？您什么都不说，拖上2天又如何？那位公主若是个不肯落下风的，你这解释只怕就会成了挑拨呀。他哪里知道，范闲这个蔫坏的家伙根本就是自己急着回家，至于大皇子与大公主怎么争，他可懒得去管。